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这个课题是你们现在内心当中所想的这件事情，塔罗牌给到的答案是 yes 还是 no。那在我们这组占卜当中有3组牌啊，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5啊，我觉得是你们内心当中所想的那件事情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阻力，或者说有一些东西有一些问题你们暂时没有办法解决它，有一点有心无力的感觉。就是你们内心当中对于这件事情的答案其实是肯定的，就是你们要去做它，但是你们当下的这种条件或者说整个大环境啊，其实它是有阻力的，它可能暂时不允许你们这样去做。也就是说你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啊，可能时机还是不够成熟，而且你们整个人也是有一点伤痕累累的感觉啊，在很艰难的往前走。你们可能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足够的做好这种准备啊。包括这张权杖5，它也象征的是一种混乱啊，可能是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写照吧。你们内心当中一直在纠结和博弈，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对你们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内耗。权杖5这张牌呢，你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它会有很多人参与到其中啊，这也会给你们造成极大的压力。这种混乱的能量，你们周围很多不同的声音会影响你们，干扰你们。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其实并不是这些声音会干扰和影响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本身不够坚定，你们的内心在犹豫在纠结，所以说在这件事情上面迟迟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我觉得这2张牌的话呢，首先外部的环境你们可以先放一放，你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弄清楚自己内心当中真正的渴望和诉求是什么。这张宝剑9啊，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焦虑了很久啊，整个人其实在晚上会有一点因为这件事情而睡不好觉，在梦中都是不停的想着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这种焦虑并不完全是这件事情带给你们的，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受伤的小孩，曾经可能经历过强烈的否定啊，让你们很容易没有安全感，你们真正的需求被长期压抑，也可能是在成年以后产生了一种内心与现实的冲突啊，所以说你们的这种焦虑是一种类似于缺乏安全感的焦虑，或者说你们对于不确定性的一种本能的厌恶，并不是说你们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可以缓解这种焦虑，而是说你们的这种焦虑它是长期存在的，并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能够完成与否就会彻底的消失掉。所以说这种焦虑呢，它并不是说因为某件事情而引起的，与其说是这种焦虑选择了你们，不如说是你们主动选择了焦虑，就是你们本可以不需要这种焦虑的，因为这种焦虑它其实对你们来说并不能够帮助到你们什么，它反而还会增加你们自身的这种情绪内耗。所以说在缓解这种焦虑的方式啊，还是在某种层面上要放过自己，不要把事情的成败和自己人生的成败画上等号。然后第4张牌我们抽到的这张恶魔牌啊，其实它就代表的是你们长期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里边，就是你这个恶魔它是一个逆位的恶魔，那么就说明你们因为压抑的太久啊，无法理解自己，可能就会开始自我攻击和自我怀疑。你们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首先一定要释放自己的情绪，因为你们现在的情绪是不稳定的，它会影响你们的判断力，必须要穿过这种情绪的波动啊，对你们的干扰，才能够直接抵达你们现在想做的这件事情的本质和核心。这张星币9啊，我觉得这张星币9就是和你们自身内心当中是否富足有关。你们身后的这些星币啊，其实都是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底气。它是有一种精神层面的财富的能量在里边的。我觉得在你们做这个决定之前啊，你们首先要想一想你们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或者说你们当下拥有的那些很珍贵的东西，它能够给到你们一些勇气和力量来帮助你们做出那个决定。我觉得这组牌的话，它给到的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就是你们现在在想的这件事情，你们还是会去做，只不过你们现在就是缺少一些勇气和力量。你们想要通过这组牌给到这样的一种指引，
权杖国王呢，它有一种火象特质的能量，就是说你们现在可能需要一些冲动、一些鲁莽，甚至是需要有一点任性的能量来逼着自己做出这个决定，就是再往前冲一把。权杖国王它是一种能够主导和主宰自己命运的一张牌，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成功与否并不是你们应该关注到的最重要的点，而是说你们是否能够通过做这件事情去确认自己有能力主导自己的命运，或者说当你们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变相的开启了一个你们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生的新的阶段。权杖国王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其实不需要你们就是不需要你们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想明白才能够去做它，或者说不需要你们把所有的这个条件都准备好了以后再去做它。它是需要一点任性的，一点鲁莽，一点冲动。人生的很多节点和关口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勇敢才能够冲上去，才能够冲过去。那么这三张牌呢，天使神谕卡，第一张牌就是 recovery 啊，你们在接下来人生会经历一个恢复期吧，就是会逐渐的从那种不安、焦虑、紧绷的状态里边恢复到一种平静的心态。这张牌也暗示着一些事情的发展正在朝着一个对你们有利的方向进行。第二张牌是 take action， 接下来的你们我觉得会找到一个最佳的行动区间，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在纠结的这件事情迟迟没有行动，其实是有时机未到的这种含义在里边的。你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做什么事情对自己有益处，但是好像就是缺少了一些那种心血来潮的冲动，在接下来的某个时间点，你们就会莫名其妙的把这个想法付诸于行动和实践。这张牌我觉得它也是在暗示啊，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其实一直都是在拖延，可能你们找不到一个能够完全说服自己的理由让自己来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恐惧让你们裹足不前。但是我个人感觉，一旦你们做了内心当中所想的这个事情，它其实能够帮助你们获得自由，就是无论这件事情的结果最后如何，你们会在行动的那一刹那彻底的解放自己，或者说你们只要做了这件事情，就好像是对自己有了一个交代一样。而第三张牌呢是 be assertive 啊，我觉得现在你们可能还是对自己不够自信吧，总是在自我怀疑、自我反思，或者说总是在一件事情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劝退自己给自己打退堂鼓。实际上任何力量的增加，它一定都会发生在你们了解和体验过这件事情之后，所以说一定要亲身的去体会这件事情它带给你们的这种经验和感受，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成长。所以说一定要相信自己，它是对你们自身成长的一种邀请，如果你们现在不去做它的话，后面你们一定会后悔。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不辜负自己吧，不辜负自己的时光，不要让自己后悔。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你们通过做这件事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找到某种意义，尽情的挥洒你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那么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月亮牌啊，我觉得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才能做出这个决定，就是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而且你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为什么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这就是让你们屏蔽掉周围一些人对你们想法上的干预。我觉得这张月亮牌它也暗示着你们的潜意识里边啊，你们的直觉其实已经给到你们答案了。只不过呢，这个月亮牌啊，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它是需要一些铺垫的。月亮它有一种静水流深的感觉，在大多数人都看不到的一些地方，你们需要多下功夫才能够让这件事情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这张牌暗示着功夫在诗外，就是你们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有一点像是什么？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你们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和铺垫工作。而第二张牌的命运之轮啊，我觉得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呢，它是有一种命运的安排的意味在里边，就是命运之轮会把这件事情呈现在你们的面前，它有一种宿命的感觉。现在这个命运之轮，即使你们不做这件事情啊，命运之轮它会反复的让这件事情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课题，或者说可能你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但是你们之前可能一直没有把它彻底的解决掉，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出现。这个命运之轮也暗示着你们现在可能正在等待着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去做这件事情啊，不是你们不做，而是你们在等待机会。而第3张牌呢是圣杯女皇的逆位啊，就是说你们在做这个决定啊，一定不要带着情绪，一定要把自己从这种情绪当中抽离出来。逆位的圣杯女皇就是不要有太多自己的主观的情绪和感受啊。逆位的圣杯女皇，我觉得你们很容易上头，很容易感情用事。如果说你们在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你们问的是感情方面的问题的话，逆位的圣杯女皇就告诉你们，一定要让自己冷静下来再做决定。这个逆位的圣杯呢，我觉得你们做这个决定的话呢，要慢一点啊，就是你们不需要在当下就立刻做这个决定啊，你们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把这件事情想明白以后再做决定也不迟。这个逆位的圣杯女皇就告诉你们，不要太着急啊，欲速则不达。然后这张节制牌啊，节制牌的话呢，2个圣杯的能量在互相交换，我觉得你们需要去换一种方式去思考问题。节制牌我觉得也可能是你们现在有一点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去做这件事情，它有一种约束在里边，有可能是环境给到你们的约束，也有可能是你们内心当中有一种自我约束，会让你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束手束脚。所以说节制牌就告诉你们，你们要控制好做这件事情的节奏，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节奏吧，就是不被一些其他的事情所影响的能量。你们的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种秩序感，不要让那种急于求成的想法占据主导，你们要掌控和主导这件事情的发展。其实它是一种对于自身的修炼吧，让你们自己慢下来，逐渐的掌控事情的发展。而且呢，这张星币10啊，我觉得它就是在暗示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呢，它其实能够给到你们一个很大的回报。星币10这张牌，它是因为本身它是土象嘛，而且它是星币当中最圆满的一张牌，它象征的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而且呢，你们的10分的努力会让你们换来10分的回报，你们100分的努力会让你们换来100分的回报。所以星币10，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如果你们能够把这件事情做成，它还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就是它有一种一通百通、一顺百顺的能量。就只要你们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其他的事情被阻塞和卡顿的事情，它也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重新流动起来。所以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能够带动其他的事情往一个好的方向上发展啊。这张牌代表的是你们人生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有连贯性的，它是被一条线索所串联起来的。而逆位的星币7呢，我觉得这张牌啊，你们可能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一点吃力，因为你们之前的这种积累和沉淀不够，有一点赶鸭子上架的那种感觉。那么逆位的星币7可能就是你们自身的基础不够扎实，会感觉到有一点吃力，会让你们有点没信心。但是呢，这个逆位的权杖星币7旁边还有一张权杖7啊，就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事情它是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以后让你们才去开始做的，就是你们要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带着问题拖着问题往前走，你们要一边做事情一边解决问题。人生当中没有那么多很完美的时间节点啊，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往前走一边去解决问题，然后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那些问题逐渐的就迎刃而解了。不要等到一切条件具备再去做它，就是不要让完美主义束缚你们的思维，一边走一边做，一边成长一边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Ask for help from others 啊，我觉得就是你们要变得更加的开放和接纳吧，需要去接纳一些别人的意见和看法，而且一定要独立的去做出这个决定。就是别人的意见和看法虽然说重要，但是它也只能是一个参考，就是千万不要画地为牢，把自己束缚住。你们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并且一定要有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啊。你们在收集的信息当中啊，你们收集的信息越多越全面，你们就越客观，越有利于你们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而第二张牌呢是 Ask your angels 啊，就是你们另一个方面，一方面要接受一些外部的意见，收集一些外部的信息啊，另一方面你们也要问一下自己的守护灵和大天使。这个守护灵和大天使不在别处，就在你们的心中。
你们要问自己，你们要通过这种方式去探索自己的内心。这件事情它是一面很好的镜子，你们能够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更加了解自己。其实这是一个机会，能够让你们拥有一个视角去看到你们内心当中的那种恐惧不安，也能够看到你们内心当中真实的诉求和渴望。而第3张牌呢，就是 remain positive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拥有一个乐观的心态。你们的心是怎样的，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你们愿意相信什么，你们就会体验到什么，你们就能够实现到什么。所以说，如果你们能够保持一个积极的乐观的心态，你们的身上就能够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的这种力量。当你们带着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它就会朝着有利于你们的一个方向上去发展。所以说，对于可控的事情呢，我们要保持谨慎；对于那些暂时不可控的未知的事情，我们要保持乐观。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第3组牌的第1张牌星币4我觉得你们现在整个人可能还是不喜欢冒风险，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来问这件事情要不要去做。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本身它需要你们承担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你们整个人的能量是有点保守的。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它是反直觉的，就是你们越害怕风险，越是抗拒这种波动和不确定性，你们的人生反而会越动荡。所以说你们越是能够拥抱这种不确定性和波动，你们的人生反而会拥有更多的确定性。所以说我觉得你们现在可以稍微的放大自己的风险敞口，就是说你们只要这件事情它依然是在一个可承担的可控的风险当中，你们就可以去做它。因为你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寻求一个机会和可能性。因为如果你们不做的话，那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就是你们做了这个事情，它才会出现新的转机和可能性。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在追求一种机会，一种可能性而已，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就像渔夫出海前不知道鱼在哪，可是他们还是选择了出发，因为他们相信会满载而归。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选择才有了机会，相信了才有方向。而这张圣杯8呢，我觉得可能说你们做这件事情，你们现在在犹豫和纠结，也是因为它是需要你们放弃掉一些东西的，甚至需要你们放弃掉你们现在所拥有的做这件事情它是有代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代价从总体上来看，你们也能够意识到，就是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们能够做成它，那么这个圣杯8就暗示着你们的人生会迈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当中。如果你们不去做的话，你们可能就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旧有的模式下不断的重蹈覆辙。第3张牌呢是权杖2就是说你们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你们这种更长远的发展是有一个正向的指引和帮助的。权杖2我觉得就是说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它能够让你们变成一个长期主义者，去更加关注自己更长远的发展，而且这件事情它对你们的成长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而第4张牌呢，逆位的圣杯它就暗示着你们可能说，我觉得你们现在会担心你们做的这件事情你们会坚持不下去，或者说担心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逆位的圣杯它是有一种能量被阻塞被卡住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整个人的能量是有点失去平衡的，有一点急躁，整个人的情绪呢就是反复的在波动在一个崩溃的边缘上，很不稳定。所以说这个圣杯的逆位的话，我觉得你们首先要让自己的能量回归到一种平衡的状态里边。而这张逆位的权杖女皇我觉得现在的你们最大的问题还是缺乏行动力，你们处在一种想得多但是做得少的状态里边，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权杖女皇的逆位的话，我觉得本身抽到权杖女皇这张牌的话，其实就是要让你们行动起来的，不要让自己停下来，要保持一种做事情的连贯性。因为你们一旦停下来，就会像这个圣杯7一样，容易胡思乱想。我们整个人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一旦停下来就要重新上发条，重新说服自己，重新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所以说这个逆位的权杖女皇，你们现在一定要做一点事情，就是只有当你们行动起来的时候，你们的信心才能够恢复。所以说如果你们现在没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迟迟没有行动起来。要记住一点只有行动才能够赋予你们生命最大的意义和价值。一定要说服自己，即使是再小的行动，
也能够让你们从一种空想的状态里边回归到现实当中。星币7的话，圣杯7这张牌，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想的太多啊，这种过于活跃的思维能量也会阻碍你们的行动力。而且圣杯7的话，我觉得你们是可能有一点过度的放大了那种失败的可能性，就是你们在还没有做一件事情之前，就已经预想到了这件事情能够产生的最糟糕的结果，它会给你们的心理层面上增加一种很大的阻力和压力啊。就是圣杯7，我觉得就是即使你们要思考的一件事就是，即使出现了那个最糟糕的结果，你们是否能够承担它？如果可以的话，这件事情你们就可以去做。但是一般来说呢，这个事情不会往你们设想的那个最糟糕的结果上发展，因为随着你们的行动，你们是会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策略的，甚至你们会发现，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啊，只要你们怀揣着这样的一种敬畏心，认真的去对待它，整个过程其实比你们预想当中的要更加顺利。所以说这张宝剑女皇，它就暗示着你们在人生的一些决策上面要果断一点，迅速的做出决定，迅速的行动，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策略。宝剑呢，它是有一种敢想敢做敢做敢当的能量在里边的，一定要斩钉截铁，一定要果断啊，一定要有一种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在里边。就是你们越是重视的这件事情啊，你们就越要把自己全部的能够调动的能量和资源发挥出来，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成功率也就越高。宝剑女皇她就是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而这张 opportunity 啊，这张牌就暗示着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它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一个很大的机会，它会让你们整体的这样的一种生命能量提高一个维度。所以说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啊，它象征的是你们的命运会发生一个转变，它所带来的一个机会。而第二张牌呢是 Don't Stop， 就是要让你们一鼓作气，一旦开始了就不要停下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这张牌就是你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啊，千万不要给自己留退路，不要回头看，一定要闷头冲过去。你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勇敢一点，大胆一点，冒险一点。很多美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一意孤行的氛围当中啊，在一种看似有一点鲁莽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下被创造出来的。而第三张牌呢，就是 get more information。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需要你们具有一定的勇气。这种勇气呢，并不是说毫无畏惧，而是说心怀恐惧依然能够勇往直前的这种勇气。它是带着智慧的一种勇气啊，就是说这种勇气不是让你们盲目的往前冲，而是你们要一边收集信息一边往前走，因为收集信息的过程就能够让你们得到反馈，调整策略，反复的迭代自己的方法，最终你们就能够找到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找到一个支点去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考验的其实是你们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够做出决策、收集信息的能力。你们收集的这种信息能够辅助你们做出一个判断啊，而且你们的行动又会给你们反馈到新的信息，让你们做出新一轮的调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能量循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